大家好，我是苏先生。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高雄的燕巢。那燕巢是一个我觉得它未来还有蛮大的发展空间，但现阶段却被低估的一个区段哦。那燕巢听起来好像很偏僻，但其实它是桥头科学园区的主要范围之一哦。那如果以冈山交流道简单的来划分，冈山交流道以西是冈山，以东是燕巢，冈山以南是桥头。冈山交流道以南的两侧是桥头科学园区的主要范围，国道1号以东大部分属于燕巢。那从冈山交流道往东走安昭路约10分钟车程，可以抵达燕巢市中心中明路一带。那前一波的房市热潮，尤其是高雄台积电的议题，不管是楠梓的高雄大学特区，或是桥头的高雄西市镇，都被炒到了一个历史新高点。但也因为这一波来得太快，桥科的主要范围燕巢反而因为推案量太少而被低估。那目前燕巢的推案数还是偏少，主要以电梯华夏或透天型产品为主。那华夏产品有低公设、室内坪数较实用的优点，也是高屏地区常见的产品之一。那目前燕巢地区的大楼或华夏实价登录价格也都还在3字头的上下。那推案地点的话，因为燕巢并没有特定或是大型的重划区，因此推案地点会比较分散，主要可以分为桥科周边以及燕巢市中心。那燕巢市区以中西路、中明路一带为核心，有传统机能丰富的优点。而桥科周边的话，目前生活机能还没开始发展，需要依赖附近的商圈。桥科周边还可以分成国道1号东侧与西侧，东侧的话比较靠近桥科核心，生活机能还是以燕巢市中心为主。西侧的话比较靠近冈山，可以吃到冈山秀泰的机能，也可以连接到红线捷运。也是目前燕巢房价比较高的区段，实价登录每坪大约落在35万元上下。举例来说，在2025年年初开案的预售案长益11为5楼电梯华夏，主要规划为17到24坪两房的产品，基地位置呢位于燕平街，地点相当接近燕巢市中心一带。那长益11目前在本专的主打价格为578万元起。总价还不用破600。另外，位于海城北街的时尚领袖吧，一样是5楼电梯华夏的预售案，规划20到29坪的2到3房，位置在国一的西侧，地点其实已经相当接近红线捷运冈山高一站，走大寮路车程大概5分钟就可以抵达捷运站。那冈山高一站周边还有秀泰影城等商场进驻。时尚领袖8在2025年1月的实价登录，每坪为34.8万元。而凤凰桥科1是目前燕巢少数的大楼案，预计在今年就可以完工。这个案子也是高雄大型建商龙大营建首度插旗燕巢的个案。1楼中庭特别规划少见的南洋度假饭店休闲风格，还有花园、泳池等设施。凤凰桥科1地点就在桥科第一排的滚水路旁，抢攻桥科工程师族群，规划为25到39坪2到3房。2025年1月两房5楼的实价登录价格每坪为36.3万元。那目前燕巢的房价跟楠梓、桥头等区段，动不动就40几，甚至喊出50几的单坪价格，落差不算小。桥头新市镇那边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历史高点哦，是，现在大楼一坪单价可能到40-50万哦。目前听起来大概都在站稳4字头了。4字头了吗？相对来讲，我们燕巢还没反应那么及时，所以这边其实未来才有补涨的一个空间。有，这个部分目前如果以周遭的一些华夏的个案，大概目前它开始要站稳3字头嘛。所以其实他们一坪大概差了10万的一个空间。目前看起来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啊，所以其实燕巢是不失为下一个我们大家是可以往燕巢这部分来搜索一些好的房子，下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区段啊。对，我也知道，其实大部分的南部人还是会比较喜欢透天型的产品，但是在高雄，不管是蛋白区或是蛋黄区，透天别墅的门槛早就高到不是一般人可以负担得起。早期像是凤山仁武都是透天的大中区段，但现在凤山仁武的透天总价门槛其实也都超高。那燕巢的话，目前都还有开价1500万元上下的全新透天，但也因为这样的总价区段，燕巢的透天型产品销售速度算是相当的快速，像是去年中开案的东尼大富，地点位于燕巢市中心中明路，
户数为27户，开案的价格落在1588到2380区间。以成屋来销售，短短几个月，在去年底就已经全数销售完毕。在2024年9月，地坪30.2坪、建坪48.22坪的实价登录价格为1508万。那比较近期的案子，像是位于士林路的乔科华城2，地点比较接近乔科，车程大概3-5分钟就可以进入乔科的范围。在2025年1月的实价登录，地坪25.2坪、建坪47.11坪的透天登录价格为1600万元。燕巢目前透天型产品门槛都还落在1500、1600起的价格带，比起仁武凤山的2-3千万元起跳的总价门槛，确实亲民许多。桥头新市镇那边其实已经很少透天案了哦，是30坪的一个单位含车位都要到1300、1400了哦。目前如果我们在接触来讲，基本上应该是要进入到1500的门槛的啦。30坪吗？对。可是我们在燕巢1500可以买到透天哦。在燕巢大概在1500以上，大概可以买在稍微比较偏一点点，不在市中心的部分。那像我这个案子来讲，我们就直接做了一个广告户的1588，对，1588，那可以买到一间在燕巢市中心的透天别墅。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价格，对于你真的是要实住，不是投资，我是要真的住的人来讲，其实这样子比较实用。是的，两边距离差不多，我们这边上国道也是要10分钟，是。然后生活圈就在门口，是。我们现在位置呢是在燕巢的一个市中心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都是透天，矮房子比较多，大楼建案现在还是少数，所以这边的地价呢，相对于桥头跟冈山来讲还是比较便宜。由于燕巢受惠于桥科整体建设的带动之下，相信未来也会有相当大的发展动能。那桥头科学园区占地262公顷，园区聚焦半导体、航太、精准健康、产业创新和智慧机器5大产业。2024年更核准全球电子零组件领导厂商国巨进驻，投资金额高达200亿元。同时，自公告划定范围期5年内进驻的5大科技产业的厂商，可以享有投资总额15%所得税额抵减。因此，桥头科学园区自2024年12月已经有25家厂商进驻，像是指标型企业、鸿华先进、智威资讯等，也都已经进行厂房新建的相关工程。那桥科相关的公共建设也预计在2025年可以陆陆续续的来完工哦。那预估桥科未来每年可以创造1800亿的产值，提供1.1万个就业机会。后续当然也会衍生出食衣住行等等需求，带动燕巢的整体发展。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桥头科学园区，以后整个科学园区的位置就在这边。虽然它是桥头科学园区，可是它比较多的部分是在燕巢区，所以直接从燕巢过来这边大概也只要10分钟的一个车程。那其他公共工程像是国道1号，也将在桥头园区内增设上下的匝道，预计在117年就可以来完工。那这也让原本就有国一冈山交流道与国10燕巢交流道的燕巢提供更方便、更多元的通勤动线。那目前如果是桥科要上国一的话，从安中路转安昭路，大概只需要不到10分钟的车程。那如果是从燕巢市区走安昭路，大概也是10分钟就可以直上国一冈山交流道，或是走县道186转台22线，也大概是1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上国10燕巢交流道。所以不管是要往北去台南，或是往南去高雄，或是衔接国三，都是相当的方便快速。同时在规划中的紫线捷运也计划行经燕巢。初步规划中，燕巢可能会有高科大第一校区站、义大医院站以及树德科大站。高科大第一校区站同时也在桥头科学园区所涵盖的范围内。因此，未来燕巢可以透过紫线捷运快速的串联红线捷运，并且与台铁新左营站或是高铁左营站接轨。近期来讲，也听闻到高雄市政府在规划所谓捷运紫线的预计计划延伸过来。对，那现在看起来似乎在环绕以燕巢为主，然后连接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大学，一直连接到所谓高雄大学，甚至到文藻的部分，桥头科学园区再连接到所谓的红线，那事实上应该是有一个通盘的计划了。就像苏先生讲的，它可以疏解日后的交通的一些
的一些拥塞对拥塞的状况了。那我想这个对于燕巢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发展了。那除了侨科外，燕巢还有义大医学院、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第一校区，以及树德科大多所大专院校。那义大医院也提供了燕巢、大社、楠梓等地的医疗服务。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义大医院哦。燕巢区这边除了生活环境优异以外，它也有义大医院这样子的大型医院，为侨科提供了相当大的一个生活资源哦。那绿地环境的部分，因为燕巢有阿公店水库的关系，水库周边有相当大的绿地空间与活动空间，水库距离燕巢市中心也大概只需要5-6分钟的车程。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燕巢区的阿公店水库哦，这边呢也是平常燕巢的人会来这边散步啦、慢跑活动哦。那除了水库以外，还有广阔的一片绿地，对于气候的调节也有帮助哦。像这次高雄水灾，燕巢区就没有淹水，除了它地势比较高以外，水库的调节也帮忙了许多。同时呢，这边的气温也会比市中心来的稍微低一点点，而且这边的空气品质也相当的好，因为从燕巢以北没什么工业区，可以看到都是绿油油的一片。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谢谢大家的收看。那如果有哪个区域想要了解的，也欢迎留言给我。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频道，或是透过超级感谢的方式来支持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动力来制作更多相关的影片。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